最近呢，这个停贷风波闹得呢是沸沸扬扬，这也是呢购房者的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呢，在过去这20年，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呢，其实风险一直都在我们这边，我们得不到什么保障。我们实行的是预售制度，也就是说呢，我们拿着自己的钱买了一个不知道未来能不能交的房子，成不成为烂尾楼或者能够顺利交房，完全靠的是运气。但是成了烂尾楼以后，我们住不进去，我们还要还的贷款，我们投诉无门，我们维权遥遥无期。那么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了最初的预售制度。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预售制度在未来会不会被取消？取消了预售制度到底有哪些好处？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最近大家呢不愿还贷款了，停贷了，就是因为呢烂尾楼的产生。烂尾楼为什么会产生呢？可以说呢开发商陷入债务纠纷，或者说呢开发商的资金链断裂，对吧？断了以后呢，这个楼就不见了。不见的同时呢，复工又遥遥无期开发商呢根本就没有一个说法，或者开发商直接说呢我破产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就等着后续的看有没有人接盘。那么到这个时候，老百姓忍不下去了，所以呢之前的所有的告诉你的保交楼就成了一个笑话，无奈之下才开始停贷。那么其实呢，出现烂尾楼有2方面的直接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痛恨的预售制度；第二个呢，就是银行的资金监管不到位。正常的情况下，你买房子的首付连着银行的贷款，这属于是全款，一定要打到这个不动产中心的监管账户，但是往往这个钱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资金监管账户，或者说直接被开发商挪用了，用于呢房子后续的建设，或者说呢去拍别的土地。总之呢，到最后这个购房者呢是办不下来房证的，甚至连预售合同都办不下来。那么预售制度呢是从98年开始的，我国呢也是从1998年开始进行房改，房子呢由以前的分配制度改成了这个商品房自由买卖。那当时呢开发商也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包括呢我们说的银行借贷也是一个新鲜事物，可以说面临的是全方位的缺钱，银行缺钱，开发商也缺钱。那怎么办呢？预售制度应运而生，这个呢是从香港引进过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没有钱，老百姓呢先拿自己手中的钱垫付给开发商，开发商呢拿到钱以后保障这个楼盘的后续建设。那么到最后呢，3方得利，开发商把房子建好了，银行呢顺利的把贷款呢放出去了，老百姓呢高高兴兴的拿到房子了。那么这一套的理论，也就是说呢，预售制度的这套理论呢，在前10年是可以行得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开发商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债务，银行也没有这么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老百姓的负债也没有这么高。而当时呢，我们国内面临的是城市化率比较低，对吧？人口呢没有向城市流动。那么随着98年房改开始以后呢，进入2000年以后，那么人们慢慢的开始向城市转移就是我们俗称的要打工发展自己的小家庭嘛。然后呢，这个城市化率也在不断的进行，有些老房子开始拆迁，城市的这个范围也开始扩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房子呢就开始大力的得到发展当时土地的供应是非常充足的，开发商呢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地，不像现在呢需要这个竞拍的制度。那么可以这么讲，当时呢这个房子是缺的，人是大量进城的，需求呢是大量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预售制度呢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有效的避免了开发商没有钱的境地。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的房产和20年前的房产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房产已经进入了存量房时代，房子大把的，即使现在不建房子，我们人手去分几套房子也够住，而且很多小区的空置率开始提高，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房子呢慢慢演变成除了居住还有很强的金融属性
结果呢成了炒房客的天下。那么再回过头来讲一讲，这个时候预售制度就不合适了。为什么不合适了？因为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当中并不缺钱呢，只不过这个钱分布的极不均衡啊，就是有钱人可能有10几套、20套房子，没有钱的人还买不起。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在20年前呢，预售制度可以说解决大家的问题，但是20年之后，如果再实行预售制度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一个圈钱的存在对老百姓购房是极其不公平的。为什么现在害的是老百姓呢？因为过去20年开发商呢是无序的扩张本身按照正常的模式呢，你有钱赚，你拿一块地，然后呢你再建房子，老百姓开始买，你能保障房子的质量，而且呢你自己有的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开发商哪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呢？所以就疯狂的拿地，不断的囤土地，不断的在全国各个地方建房子，那中间呢是需要庞大的资金的。从过去20年呢，开发商融资的渠道呢变得多样化，那最主要呢就是从银行搞钱，从民间机构搞钱。其实开发商本身自身的资金是不多的，因为他的资产多，他的信誉在这儿，他就可以呢有很强的信用背书，他可以呢从多方去融资。那么还有呢老百姓买房的首付以及银行的这些贷款等等。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是挖了很多坑，所以呢导致到开发商的债务越来越大。而银行呢在这个时候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去放贷，或者说呢资金监管不严，拿这个资金呢挪作他用，并没有呢专款专用，这加速了房地产当中的债务，加速了房地产的风险，加速了开发商的债务。好了，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3道红线一出，很多开发商急眼了。为什么？因为资不抵债了，银行也不好收场了。为什么？因为坏账太多了。所以到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老百姓呢面对烂尾楼，我们没有办法，对吧？你的保交楼成为一个笑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进行停贷。那很多人就会想，会不会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后，马上就取消这个预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呢？我觉得呢很难。你要呢综合多方面的去分析，当前的楼市呢再也不是20年前的楼市，当时呢一切都可以扼杀在摇篮当中，但是现在房地产影响着经济，影响着80%的行业，影响着金融，影响着老百姓的民生。所以呢如果现在贸然的把这个预售制度取消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主要呢是有4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现在急需解决的。哪4个问题呢？第一就是呢保交楼把这个烂尾楼呢要彻底的得到解决。你以为老百姓是想真的不还贷款吗？并不是，是因为觉得现在有了烂尾楼还款没有任何意义，那么保交楼就要提上日程，这算是呢跟老百姓一个交代，而不是呢让这个烂尾楼一难再难下去，到最后呢没有结果。那么还有第2个问题呢，就是开发商的负债问题，不能够呢放之任之，而是要通过有效的方法呢去解决它。过去开发商负债了以后，他们一个套路是什么呢？就是我破产重组，对吧？我债务清算，反正就是一拍屁股一走了之。尤其是在房产发展的最热的那2年，有很多小开发商为了分一杯羹无视自身的风险，无视自身的这个资金问题，强行的进入楼市，导致到最后负债累累，结果呢宣告破产，拍屁股走人。害的是谁？害的是金融风险加大，害的是买了房子的老百姓。所以这一点也是要急需解决的。那么还有第3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呢要重拾老百姓的信心。当前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宁愿观望都不去买房子？为什么我们的存款一年比一年高？即使大家都知道这个存款的利率很低，跑不过通胀，你存在银行的钱都有可能会本金贬值，但为什么很多人存钱？就是因为很多人对楼市已经失去信心了不是涨就是跌，或者楼市一片混乱，相信很多人即使有钱也不敢轻易贸然的去买房子。那么重拾信心
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还有第4点呢，就是关于房产的长效机制，这个呢就是在房住不炒里面提过要提到呢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急需解决的我们之前呢也提过房地产税。那至于房地产税什么时候实施呢？我觉得呢这一次的停贷风波可能会加快房地产的落地，最快呢在明年3月份的时候，那你知道呢会发生什么事吗？有一些房产上面的议题又会成为热点，被提上日程，因为这一次是迫在眉睫的需要解决。只有呢让大家对房产有信心，房产才能够健康的发展，到最后呢引导成慢慢的变成这个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不买都是我购房者的自由，而且把购房者的风险降到了最低。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